嗨，大家好，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现在随着拜拜圆门对我们飞机机长进行告别，进行挥手拜拜的这个行为，就代表着我们开始正式出发了。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进行云旅游吧。大家看这朵云，中间这个，我放大一下给大家看。我当时看到觉得好像一条鳄鱼啊，赶紧想着拍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觉得像个什么动物？长达7-8个小时在飞机上，在高铁上的奔波，我现在终于落地到大理火车站。感谢哥哥们帮我拿的行李，我每一次出门我真的会带很多很多的东西。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爱，还对我的照顾。请大家注意这只小猫，这是我第一天遇见它，它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警惕、紧张、害怕陌生人的状态哦。这只小猫是我们中国本土的狸花猫，而且是战斗力非常彪悍的花狸。就是我们的狸花猫，它是花纹越多，然后越复杂，代表这个猫猫啊，在我们的猫界特别漂亮，也战斗力也特别强，非常能打架这种。但是这只猫猫被欺负了，它之前是流浪猫来的，然后被房东哥哥收养了，现在也是一个有家的猫啊。好可爱的小猫猫呀，大家看我过2天怎么样把它收服了。它真的好警惕哦，你看听到一点声响，它就是连吃东西的时候都会突然停下来去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它的小爪子，戴了个白手套，还穿着个小袜子，特可爱的天哪。嗨，大家好，现在呢是我刚刚到达了大理这个城市，真的是经历了一整天的奔波，坐飞机、坐车、坐高铁，然后现在是凌晨的3点53分，是的，快早上了，我刚刚洗漱完。然后坐下来，本来希望想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做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发现我真的好累，不好意思大家，我真的有点疲倦了，就是一整天的奔波，现在也很晚了，洗澡的时候我都已经昏昏欲睡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些交通方面我也拍不了什么素材，就飞机上面我拍了一些，然后坐高铁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天已经全部黑了，拍外面完全是什么都拍不到的。坐车的话也只有高速公路，也没有什么景色给大家看，所以交通方面我没有怎么拍素材。或许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民宿小院子的一个 room tour， 或者明天我出去再拍一些素材吧。今天我实在是太累了，谢谢大家的谅解，那我们明天再见了。今天是第2天的下午1点钟了，我已经睡到了下午1点钟，对，第一天真的太累太困了。然后我下楼就找猫猫，看它躲在哪儿，它躲在这小椅子上面。我去尽量的不去刺激它，让它很害怕，我都是轻手轻脚，让它闻了我的手，确保我是安全的，我才会靠近它去摸它。而且我暂时也还没有摸它的头，它太警惕了。这里就是我房间外面一打开门就看见的风景，面对着苍山，空气非常的清新，但是呢，这几天会下点小雨，温度也会随着雨滴变得有一点点的凉飕飕的。大家就跟着我一起下楼梯，去看看我们的院子长什么样吧。这是一个院子的 tour， 不是 room tour。
我现在在下楼梯，楼梯旁边呢会种着一些，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爬山虎。你看，一下雨，猫猫就躲进房东哥哥的房间里，晒太阳，开死了。这里就是我们在大理吃的第一顿正式的一个餐食，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之前科普过的剑手青剧毒蘑菇，非常非常好吃。吃完饭就准备回小院子了，因为实在太累了，真的打不起精神去进行任何夜间活动。我们就吃完饭就还是回小院子休息，然后这条路呢就是我们回小院子的路咯。对，这一整条路都是包括在我们小院子的整个小区里面的，是不是非常巨大？非常温馨，带着这些灯光，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点昏暗，对这些灯光。嗨，大家好，今天是第2天，现在是凌晨的2:06。我发现我好像每天都很晚才结束一天。我现在还没有去洗漱，我洗完也可能是会磨磨蹭蹭到3点多。但是我想先把今天的一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逛了哪些地方？其实我今天没有逛哪些地方，因为昨天不是睡太晚了吗？我就睡到了，其实我10点多就起床了，但是我还是太困了，我就继续睡到了下午1点钟。因为我其实每天需要可能睡9到10个小时才是完全的充足的，对我来说是充足的睡眠，不然如果就偶尔的某一天睡个6、7个小时可以，但是不能连续。对我来说，连续每天都睡6、7个小时的话，我会爆炸，就是那种睡觉睡不够嘛，就会整个人都会爆炸，会很烦躁、很易怒、很容易生气。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就是我情绪很不稳定，就有些时候你生气了，你情绪稳定的时候你生气了，你可以很快的就平复下来。就是当你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时候，你生气了，你是很难去把你的这个情绪给稳定下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绪不稳定的阶段？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我的睡眠不充足的话，我的情绪是2000%不会稳定。哎，话说来到云南这里哦，我就刚到的时候，我又坐了飞机，然后又高铁什么的，很奔波，我的皮肤超级干燥，又很脆弱。然后我好像涂了那个乳液，我不说名字了，就涂了那个蓝色的乳液之后，哦，我皮肤就好了耶，好牛哦！大家看我昨天还是长了，就是昨天我录的那个视频，我还是有些痘痘啊、痘印什么的。今天我感觉我皮肤修复了好多，好神奇哦！我今天睡到1点多左右，然后我就下去逗小猫。那个小猫叫妹妹，房东哥哥他也叫我叫妹妹嘛，然后每次都很容易搞混。他每次一叫妹妹，你肚子饿了吗？其实他是在叫猫，我就以为是在叫我。但是那只猫猫呢？那只猫猫性格非常的容易应激，看到陌生人很害怕，听到一些陌生的声音也会很警惕。就算是他在吃东西或者在玩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停止他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他马上就会扭头去观察那些举动，很容易应激、很紧张的一个小猫。我就去尝试跟它进行互动。一开始就昨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它，它是不鸟我的，它理都不理我，它甚至害怕我，就从我身边就一下子溜走那种。我今天早上我碰见它，它躲在桌子下面，人家也发现不了它，它就喜欢暗搓搓的观察。然后呢，我下了楼梯，
因为我这儿是2楼嘛，我住在一个四合院，就下面是一个花园，我好像给大家看过吧。第一天我拍了素材，忘记了，大家看我剪好的内容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个四合院嘛，就有个小院子。我现在这里就是2楼的其中一个房间，很舒服，我很喜欢这里，很安静，空气很凉爽，很清新，很干燥，很舒服。这里就非常适合广东人生存，你们知道吗？我就撸猫嘛，我撸了大概半个小时，我饿了，我就打电话问我哥在哪儿，他说在外面blah blah blah blah的，回来给我带饭。OK， 是啦，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小朋友，还是需要被人照顾，是有点娇气了，但是咋说呢，也不想改。当然，我是有自己一个人独自生存的能力哈，但是当你可以依赖一个人，或者可以去依赖的时候，我不是那种喜欢去装作坚强的一个人，就是我会更倾向于去依靠外力，就是我是拥有独立自强的这种能力，但是我不抗拒去依赖外力，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的话，他会非常想要去展示自己很坚强、很强壮、很独立的这种形象，很害怕被人看低、看扁，觉得他像个小孩子一样。但是我没有这种顾虑，我也没有这种负担。你说我咋样都行，无所谓，因为我拥有这种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也不怕你说我是吧？我这2天肚子可能吃太多东西太杂了，就很难受，好像有点肠胃炎的感觉，但是可能是初期那种症状吧，我就吃了一些阿莫西林那些消炎药，反正吃完之后很困很困很困，但是我也不想睡，我就磕了半颗50克的咖啡因吧，但是好像没有用，还是好困。那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个阿莫西林里面有催眠的东西，真的很困，我天，好困。我等一下还再吃1颗，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好了，所以无所谓，半天就过去了。怎么着？我睡一觉睡醒了之后呢，因为我知道大家下午要出去嘛，去咖啡厅喝咖啡，我就定了闹钟，我睡半个小时。我起床听见他们还在讲话，我就先换衣服啊、洗把脸之类的，就等他们叫我嘛。没想到等我换好衣服，就做好所有东西，他们就自己出门了，他们也不给我打招呼，你们知道吗？我那一瞬间，我真是那个怒火噌的一下就上来了。说好了的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我是那种约定好的事情，我非常非常非常讨厌去反悔。就是你答应我做到的事情，你不可以失约。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跟你约好了去吃饭、去逛街，我发烧我也会失约，我也会照常的按时，可能会迟到啊，迟到这一点我承认，迟到这一点我没有办法，但是我永远不会失约，只要我答应你了，我就不会失约，所以我一般不会那么容易的就答应别人一件事情，但是我答应了，我就一定会做到，无论有多大压力，或者我个人的情况有多困难，我都会去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讨厌别人和我说好的一件事情，那个人没有做到，我极度讨厌这种行为。所以当他们在我睡觉之前和我说好了去咖啡厅喝咖啡，特别是当我换好衣服，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就等他们叫我出门，然后他们自顾自的走了，我打电话给我哥，我就说不跟你们玩，我就挂了电话，我也不发脾气。其实我不是很大会发脾气，我就算再凶，我也是不说话，就瞪着你，很恐怖吧？那种可能给人一种压力很大的感觉。要么你就骂嘛、吵嘛，是吧？但是我不是那种人，因为我也不会骂人，我也不会吵什么东西，我只会很凶的瞪着你。可能这种会给人的压力更大一点，我觉得更恐怖一点。我哥以为我生气，确实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怒气爆表，我受不了，我还出门逛一圈，我打算马上就订火车票去香格里拉。你不想跟我玩那 OK， 我离开，那我走，我自己去玩我自己的。你不想跟我玩的话，你不想带我一起玩，
可能觉得我是累赘，我不知道，可能过2天我真的就去香格里拉，我自己一个人去。但是现在呢，在大理我还想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摘菌子，就是摘蘑菇。我定好了后天，但是对方说不知道能不能够凑齐人，就希望他们能凑齐人吧。我真的很想去摘蘑菇，我就是来了这儿这么多次，我就一直很想试着去摘蘑菇，拜托拜托，一定要凑齐人，让我实现这个愿望，让我摘1次蘑菇，我真的很想摘，好好玩的样子哦。对了，我生气嘛，我就夺门而出，但是我平复了大概2分钟吧，对，就这么快，不超过3分钟啊。因为我会有一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切对我来说发生的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好事，就是无论当你眼前发生了什么，你觉得可能在当下你认为是真的很糟糕的局面，真的是很坏很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峰回路转，转向一个你所期望的局面，或者是你想要达成一件东西，你想要得到一件东西，那你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其中一个能够引导你去得到你想要那件东西的一个事件。我永远抱着一个这样的念头，只要是发生的事情，永远是对我有好处的。无论当下的局面是看起来是怎么样，永远对我都是好事。可能有人觉得这种是太过乐天派，太过乐观，你要时刻准备好发生坏的事情会怎么样啊？你要做好应对措施啊。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真的很多时候你抱着这样的念头，那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永远是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试着让自己去抱着乐观的想法。我不太会计划坏事发生会怎么样，因为这还是我刚才说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那永远都是它到了最后，它真的就是一件好事。可能我得到了什么我一直很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后面一连串的好事发生。这在中国有句老话，就是一句成语，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是一个故事来的，其实，但是它就浓缩成了一句话。这是个短篇小故事，但是我现在说的话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了，我就不说了。这是我第2天的一些感想吧。对，就是我花了3分钟的时间去说服、去安抚了我自己的那个怒气，我就平静下来了。这样一想，我觉得我性格好好呢，我性格是不是超好的，是吧？就是生气了也会自我攻略，自己让自己平复心情。那这个，然后后来就去喝咖啡啊什么的，就被大家调侃了一番，无所谓了。我也因为如果我是真的生气了的话，可能大家氛围不太好嘛。但是我没有真的很生气，就当做笑话来跟大家聊一下嘛。我在视频里面会剪进去我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剑手青，但是我这是吃的剑手青。大家看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或者还没看到，那我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那大家在视频的其他部分来继续欣赏我说的内容和我拍的东西吧。那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或者不确定，可能我现在就先把这2天的素材给剪出来，发一期视频先，就这样吧。我觉得挺足够了。希望大家点赞、关注，当然可以多多评论啊，是吧？给我多一些互动，这样子我的视频就能够更多的人看，那我会更有动力的给大家产出更多的视频。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明天或者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